火鸡是感恩节和圣诞节餐桌上的必备菜品之一。那么火鸡它鸡胸肉当烤到165华氏度，腿肉烤到180华氏度的时候才可以食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做烤火鸡。大家一定要注意，火鸡解冻后要把它脖腔内的内脏的脂包先拿出来，您不吃就可以把它扔掉，别忘记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再拿这个粗盐，一定要记住是粗盐啊，均匀的撒在火鸡的全身，稍微按摩一下也可以。然后用凉水，一定要用凉水浸泡它的这个胸，主要是鸡胸的地方，火鸡胸的地方。然后凉水当中您再适量放一些这个大盐。凉水没过鸡胸以后呢，您需要盖上盖子，放到冰箱里冷藏8个小时，或者是更长时间过夜12小时以上。好，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放入冰箱。好了，时间到了，我们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取出来以后要控干所有的水分，倒掉所有的水分。好，控干水分之后，然后您把它放到这个一个大的盆里边。然后呢，我们要这个，如果您喜欢用湿巾稍微擦拭一下更好。我呢用细盐，接着我们要用细盐涂抹全身，按摩全身。这个给火鸡做一个这样的涂抹和按摩呢，会使得火鸡肉在烤制的时候更加这个细软，吃起来更加这个绵软好吃，不是这么干柴很硬的。所以越按摩时间越长越好。在刚开始的时候，您先不要切掉这个这个臀部的这个部分，因为用手可以拽住它。然后用细盐涂抹全身之后，您再用黑胡椒涂抹全身。每一次涂抹都要均匀的按摩和涂抹，也就是说这种按摩的步骤非常重要啊。按摩以后，然后细盐和黑胡椒涂抹以后静置1个小时甚至以上。1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用清水，也就是它基本上已经侵入它的身体内部了，然后我们再用清水冲洗一下，把它冲洗干净。冲洗之后，我们还要控干水分。好，然后再放到这个大盆里边。下边的我们就要把这个臀部切掉。切掉臀部之后，我们就要做更重要的下一步工作了。臀部我们一般都扔掉它，现在这一步您要小心的来去撑开它鸡胸部的肉和皮，让它中间有缝隙。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千万要注意，不要把皮撑破。然后我们用微波炉或者室温，要时间稍微长一点。微波炉一般我们就10秒钟或12秒钟，软化这个几秒钟就可以啊，软化这个黄油。我买的是这个带盐的黄油啊，那里边就不用再放盐了，所以我就一般用带盐的黄油。软化一点之后，不要太化，然后我们把它这个用手轻轻的放进它的您撑开的这个鸡胸肉和皮之间的缝隙当中，涂抹它，使得这个黄油均匀的比较均匀就可以啊，在它的这个鸡胸皮内。这样呢，在烤制的时候，这个火鸡胸肉就特别的香，而且油脂稍微多一点，不至于很干。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黄油软化不要化的太多，这样的话呢，您放进去，它能够随着这个烤箱的温度升高，它一点一点的融化侵入到这个火鸡胸肉当中去，而不是呢这个化了以后它一下子就都流淌到下边去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说鸡胸肉里边就没有更多的黄油浸润，它那么就比较干柴，就不太好吃了。所以我们涂抹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固态的样子放在鸡胸的这个皮当中，让它保持在里边，这样呢它能够一点一点的浸润到它的这个火鸡胸部分。因为鸡胸部分是这个最没有味道，而且呢比较容易烤干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我撑开以后，大家看鸡胸里边的这个部分，就是在腋窝和它的肋骨这一部分，我们也应该均匀的抹一些，多抹一些黄油。通常我要是有大半块，一条黄油的大半块，
这样呢，我们把它磨好以后，从鸡胸皮外再用手轻轻地按摩一会儿，这样就是最好的效果。好，都涂抹好以后，我们让它静置在一边。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我照片上比较多一些啊，我们就准备一个橙子就可以，一个柠檬就可以，半个洋葱，2根胡萝卜，2大片芹菜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胡萝卜和芹菜和洋葱都切成比较大一些的这种滚刀块。这个在很多视频当中有这个很多人都是直接把它们放进它的这个鸡胸膛里，实际上我们最好用黄油炒制一下。通过我这些年的试验呢，如果炒制以后，这再加上一些就是说干香菇，泡发的干香菇放在胸膛里就会更好吃。好，我们现在呢点火做锅，然后呢我们用一个或2个 teaspoon 的这个2勺黄油炒制融化以后，炒制胡萝卜、芹菜和洋葱，炒1分钟就可以了，不要炒得很软烂啊，炒1分钟，因为它在这个烤箱内还需要烤制这3个小时呢，所以呢我们炒制1分钟就可以了。好，1分钟时间到，炒好以后，我们把它倒在一个大盆里，稍微晾制一下，因为太烫了。然后您就直接这个戴上手套，就把它放入火鸡的胸膛当中，这样充满它的胸膛。填充以后呢，也使得火鸡烤制更加完整，而且呢更支挺，不至于塌陷下来。都掖进去之后，最后才放这个柠檬和用这个香橙把它的口堵住。我们主要用香橙是这个目的，因为另外的烤制也有一些香气。好，大家看我最后把香橙堵到这个封口处，然后我们把鸡胸的所有周边的皮，整个火鸡胸周边的皮要拉紧。接下来我们这一步更重要了，我们要缝制在一起。拉紧之后，我们缝制在一起，用线，一般用针线就可以，比较粗一些的线啊，缝制在一起，保持它的鸡皮的完整和坚挺。如果您不缝制呢，鸡皮就经过烤制加热就缩起来了，或者也容易爆裂。所以我们烤制的时候，这个防止伸缩和爆裂，最重要的我们要把它缝制在一起。有的人用签子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呢，就特别容易爆裂。我一般都用这种缝制的方法。缝制之后呢，大家看，我们还要到口那点，我们就可以露着一点口就可以。然后最后我们要把它的用线把它的腿部全都绑好，绑紧。好，绑紧之后，我们剪断线，然后把线呢系成一个死扣，这样我们在这吃的时候，我们用剪刀稍微把它剪下去就可以了，这样更结实一些。然后我们下边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以为这样就可以烤制了吗？还不行，我们要用同样的方法，在这个脖腔内放一些黄油，然后我们再把脖子外边的皮，也是撕裂开的皮，给它缝制起来。这样的话，它就整个的鸡皮是完全被缝制起来的，所以就不容易爆裂了。这个烤火鸡是一个比较稍微繁琐复杂一点的过程，而且缝制鸡皮的时候还注意不要把手指扎破，所以这都是并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您稍微要费一点功夫。在缝制完以后，大家看我在鸡皮的表面
这是在底部的地方啊，底部的地方我也要整个把这个用软化黄油整个把它要涂抹一遍，涂抹稍微按摩一下，这样它的鸡皮呢就不至于特别干燥。如果特别干燥的话，特别硬也很难吃。好，下边我们就找这样一个有底托的这个托盘啊，有底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烤盘，然后把火鸡的鸡胸冲上，鸡翅在下，这种方式把它放在这个烤盘上，然后我们要预热烤箱325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烤箱的温度千万不能高，有的人比较急于求成是不行的。325度是最好的烤制火鸡的温度，325华氏度把它放进去，然后我们先设定2个小时，通常10磅左右的火鸡要烤3个小时，我们先设定2个小时，然后开始烤制了。烤到这个差不多不到2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要取出火鸡，把它的翅尖包裹上，否则翅尖就容易烤糊了。哪容易烤糊，您就把哪包裹一下，就是最好的办法。就像我这样把翅尖包裹一下，我通常不把这个翅尖反过来掖在这个火鸡底部，因为那样它不容易熟。然后再过一阵儿再进去烤一阵儿，拿出来随时观察，我们再用一小片这个锡纸呢，把它的鸡胸最顶部的地方也容易烤糊，也把它覆盖一下啊，覆盖一下，这样呢再烤制它这个鸡胸顶部的地方就也不容易烤糊。好，下边我们放回烤箱，再设定1小时，10磅左右呢，我们需要3个多小时的时间。最后我们涂抹临这个烤熟前15分钟左右，我们拿出来，然后涂抹一层果油、蔬菜油都可以，就是菜油、植物油最好了。我们在涂抹的时候呢，要用刷子，这种小毛刷子，这个均匀的把它露在烤盘上面的所有的皮肤都要刷上这个果油、蔬菜油。而且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翻动，也就是说把这个有的人特别喜欢把这火鸡反过来再烤的背面，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千万不要翻动这个火鸡，这样呢使得它的整个的身体都是完整的。翻动以后，因为它的底部在这个烤盘下，所以它这也会烤制的很好。好，放回烤箱再烤15分钟。好了，时间最终到达3个小时，我的烤鸡我觉得已经好了。现在我把它拿出来，请大家来看一看。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先把锡纸的部分都去除，然后大家看我的颜色已经完全所有的颜色已经非常漂亮了。这时候我把测试温度的测温计，我通常是插在这个鸡胸肉的最下，火鸡胸部最下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最不容易这个温度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看看它的温度，鸡胸底部的温度如果能够达到175度以上，也就是180度是最好的。这时候那您其他腿部的温度就会更高。那么这时候我们看我这个温度计现在已经显示到180度以上了，那么实际上这个火鸡已经完全烤熟了。这个禽类如果不烤熟，它吃了是很容易生病的。所以我这个火鸡现在已经完全烤好了。好了，下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先要晾制大概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做其他的食品，让它在那放凉。在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火鸡已经又继续再加温。好了，这时候我们用这种刀子把它切开，然后就可以食用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